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之前有粉丝想看 SCP 基金会，其实我自己也特别感兴趣，就查阅了一些资料，做了一期视频。首先说一下，正正并不是一个专业做 SCP 的人，因为粉丝想看，所以做了一期 SCP 视频，一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。在那条视频下面看到了大家的许多纠正，我之后呢也重新翻阅了资料看了一下。我上期节目里说到 SCP 项目等级分为3个级别，但是有许多弹幕或者评论出现了4个、5个、6个的说法，于是我又找了一些资料，看了一些论坛，确实有不同的说法，所以我在这里也不敢相应的评论了。希望各位 SCP 大佬可以手下留情，或者在评论区里指教我一下。其次是 SCP 项目的危险等级是指收容难度，而并不是危险系数。还有朋友提醒我说，做这类视频的时候需要表明转载遵循 SCP 基金会的 CC 协议，特别感谢各位的指正。那我今天继续讲2个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 SCP， 还是一样，有什么讲的不对的地方，请大佬批评哦。我相信大部分人和我一样对 SCP-682的那个大蜥很感兴趣。682呢是难以摧毁的大型爬行生物，对人类是 SCP 基金会极其危险的 Keter 级生物。Keter 级是在 SCP 里难以去持续收容的一类生物，要做到收容措施往往也是规模很大很复杂的，说明682收容代价极高，难以收容。从表面来看， SCP-682就像受伤的大型鳄鱼，外观奇异，可以看得见骨头。通过进食和蜕皮， SCP-682的体型可以快速变大或者缩小，它拥有巨大的力量，即使吞食的不是食物，摄取的任何东西它就可以获得能量，但是它拥有非常高的防御，像子弹、酸、激光、炸弹都不能杀死这个东西，所以它被称为杀不死的爬行生物。 SCP-682实际上是基金会想要杀死的少数生物之一，因为它仇视生命，想杀死一切，具有极大的危险性。在一段录音记录中，博士问682为啥要杀死那些农民，得到的答案是他们令人作呕。到目前为止， SCP 团队还没有能力可以摧毁它，只能把它保存在一个单独的房间内，并在所有的内表面上都附上增强耐酸钢板。收容室里面放满了浓盐酸，试图淹没它，使酸浸蚀皮肤，从而无力反抗。然而 SCP-682 通过鼻孔内的过滤塞辅助来进行消化，这个过滤塞能吸收任何溶液中的有用物质，使其在被收容于酸液中能够持续保持再生能力。这么特殊的保存措施都没能将它彻底收容。 SCP-682 有17次逃脱失败的经历，成功逃脱过的有6次，造成了许多人员的伤亡。逃脱成功的时候，基金会所有人都会被派遣出去，要求将他抓回来隔离。当然，基金会的人员也一直想去除682的方案，甚至是想利用别的 SCP 收容物，但是他的再生能力和适应能力远超人类的认知水平，即使他87%的身体被摧毁或者腐烂的情况下，仍然可以继续移动身体，甚至可以进行交流。不要以为 SCP 全都是凶恶的怪物。另外再来说一个比较治愈型的，它就是 SCP-999， 它是一个巨大的橘黄色粘稠物体，无规则，可以任意变形，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2米宽1米高。当接触对象时， SCP-999 会表现得特别兴奋，蠕动到最近的人类身边，并跳到他们的身上，然后使用2只触手拥抱住他们，同时用第3只手蹭他们的脸，并且会发出尖锐的咯咯咯的小声。根据接触的对象不同， SCP-999 的体表还会散发出不同的气味，记录下来的气味有巧克力味、洗衣液味、培根味、玫瑰味等。接触 SCP-999 的表面会立即让人产生一种精神上的愉悦，接触时这种愉悦感会增强，即使与目标分开后依旧会持续很久。 SCP-999 最喜欢的行为是挠痒痒，一般是从人的脖子以下的全部包裹住，不停地挠痒，直到他们求饶为止。虽然受伤有可能发生，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被发现过主动伤害别人，对一切都是很有爱的。如果伤到别人，他会立即后退，并且收缩成一小堆，发出咯咯咯的声音，好像是在道歉。 SCP-999 对那些不开心或者受到伤害的人更感兴趣，不管人们受到多大的伤害，与 SCP-999 接触后都会被治愈，并对人生前景充满乐观。例如，患有严重抑郁症或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症的人报告说，他们在与 SCP-999 接触后的人生观念要积极得多。看来可以研究一下 SCP-999 的粘液是否可以成为抗抑郁良药。当 SCP-999 被放入 SCP-682 的容器内， SCP-999 会立即向 SCP-682 蠕动。起初682会觉得很恶心，冲过去把它揍扁，但999从脚趾间爬上来，沿着身体爬上了脖子，并开始挠痒痒大战。然而682这个猛兽竟然露出了笑容，还说自己很高兴。他重复了好几遍高兴这个词，从偶尔笑变成了不停的大笑，笑到682转过身来躺着，尾巴还击打着地板。于是挠痒痒大战便结束了，因为 SCP-682 终于笑虚脱了，像是睡过去一样，脸上还是笑着的表情。15分钟后，2个地级人员进入房间收容了 SCP-999。当 SCP-999 离开后， SCP-682 立即苏醒，并从其体内放射出一种无法识别的能量波，用疯狂的大笑起来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自己对 SCP 的意见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一定别忘记点赞、收藏和分享哦。要是给个关注就更好了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。